可可西里为何被称为生命禁区？2020年7月，一位女大学生独自开车进入可可西里后再无音信，救援队搜寻了10天，只找到她身体的部分骸骨。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分析，她很大可能就是在通过狼群出没的地段时被野兽攻击了。可可西里无人区在青藏高原的中部，有 23.5 万平方公里面积，这里荒无人烟，冷热交替，荒芜的戈壁一望无际。可可西里在蒙语里是美丽的姑娘，但大家更喜欢称它为生命的禁区。这里为什么要禁止人们随意出入呢？可可西里氧气含量极低，只有平原地区的 40% 左右，海拔比布达拉宫还要高。刚来这里的人几乎100%都会产生高原反应，很多人只有带着氧气瓶才能在这里正常活动。在高原反应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患肺水肿或脑水肿等疾病，所以到可可西里尽量不要离开人群。如果你私自进入无人区，这里有230种野生动物会来随机接待你，有可能是有杀人牛之称的野生牦牛，也有可能是吃肉的雪豹或狼群，运气好也会遇到秃鹫，它们食腐，一般不会对活着的动物下手。当然，你也不能奢望在弱肉强食的可可西里无人区会遇到脾气温和的动物，这里就算是兔子也能蹬你一脚。除此以外，可可西里可饮用的水源也十分稀缺。不要看虽然这里有很多湖泊，其实它们都是盐水湖，只会越喝越渴，还有很多浓度超高，对人体不是很友好的物质。这里还有磁铁矿，你的指南针和通讯设备不一定有效，就算遇到危险及时发出求救信号，救援难度也很大，因为救援队本身需要面对你可能面临的一切危险，他们要找到你也需要大量时间。而且在这里，就算你有万全的准备，也不一定能活着出来。像中国徒步第一人于纯顺，他有丰富的野外生存经验，但依然没能走出罗布泊。这里的生态环境也十分脆弱，这里的野生动物每一只都很宝贵，也会有偷猎者存在，凶狠的偷猎者甚至敢对巡逻队开枪。如果遇到他们，你要如何自保？正因为可可西里危险重重，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才会禁止一切单位或个人随意进入保护区开展非法穿越活动。所以我们去可可西里一定要遵守当地规定，不要轻易离开人群，也不能为了追求刺激进入无人区盲目探索。